哎，你说如果我有钱又有权的话，沈小姐会不会喜欢我呀？不可能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不可能有钱有权。你别咒我啊！万一我以后能继承一大笔遗产，哼，你在咒你爹啊？我是说以后。开门呐！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剧本我已经卖出去了，卖多少钱？250块大洋。250。哎呀，这个是啊！卖给谁了？一个黑帮老大，姓什么呀？姓潘。哎不，老大，咱不能跟钱过不去啊，对不对？你不缺钱，我缺呀。不是，你开门，钱还要你，比你那个多得多。走起。그 사무가. Great party last night, right? I had fun. We need to do it again. Look at this. What's this all about? 白老大，你是不是疯了 Anderson. Everyone, leave. 诺曼先生，好久不见。这个人偷窥我的女儿，让我的手下逮了个正着，非说是您安排的。哦，你信吗？我当然不信。以您的威望，怎么能干这种下三滥的勾当？所以今天我把他带来，让你严惩。以后这种小人，别坏了您的名声。多谢，白先生的你。白某是江湖中人，以后有事跟我聊，别惹我的女儿女婿，勿谓言之不预。告辞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他们下手太狠了。闭嘴！木瓜鲫鱼汤，好香啊！走开了。喂，还在生我气呢？废话，我费这么大劲写个剧本，你说不卖就不卖，凭什么呀？我又没说不卖，我只是说不卖给我爹嘛。死要面子活受罪。我爹不会白花这笔钱的，他会借这笔钱压迫我，然后逼我回家。我倒希望你爹早点逼你回家，这样你就不能再烦我了。哦，你真这么烦我啊？我现在不仅烦你，我都想一脚把你踹飞了。对不起嘛，给你添麻烦啦。少来这套，苦肉计对老子没用。从小到大，大家都很宠着我，但我心里知道，他们呀，都是给我爹面子。难得有个人对我以诚相待，有什么话都直说，让我觉得自己不是那么一无是处。哼，演技不错呀。你哭了？我没有。汤已经出锅了，你喝点儿。我不饿。那锅汤太大了，我一个人喝不完，你帮帮我嘛。
哎，你别闹了行不行啊？我不讨厌你，我喜欢你。你开门啊！五排东侧可有姓王的会友？今日缘到，师父得天神指引，可将你点化，上前来。家有一子，尚未成年，疾病缠身，妻子出走。何入我会？天神庇佑！天神庇佑！天神庇佑！万法得超然。弟子王明潜心跪在天神之下，愿求真理大道，得道以后诚心保守，实心忏悔修炼。如有退缩不前、虚心假意，欺师灭祖、蔑视前人，如若不遵守会规，愿受天谴雷诛。以后你便是我会老北门分坛的第513位入室信徒。天神来了！天神来了！请师父取通神锁，听取天神真言。阿拉波萨。半炷香已过，诸会友可向天神真诚请愿。求天神保佑！求天神保佑啊！哎呦，天神保佑啊！保佑啊！死了！不是才10点过吗？啊！这个人会死了呢！各位会友，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。此事发生的蹊跷，不得妄言，不得妄言。这样，今日各位先回去，明日再来。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说法。先回去。法人听不懂。这是我会内事务，无需巡捕处理。况且，
点传师的死和违背会规者的死法相同，所以定是遭了天谴。天谴 ？What do you mean？ 带走。且慢，这是我会点传师，你们说带走就带走。小师傅，我们例行公事，请让一下。天谴？哟，这你都知道什么意思啊？行啊你。什么意思？他惹老天爷不开心了，死了，懂不懂？这什么？念往生咒，愿逝者安息。准备好了吗？来啊！呈上。还来吗？来啊！这个开，确定？开！哎，谢谢。还来吗？来。这个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开。确定啊？开。哎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最后一把，慎重一点。开。确定？开。哎，等等，再来一盘，最后一盘。行，可是你都没钱了，你拿什么跟我玩啊？等我。这个当到当铺是50，我算你20。再来。这不合适吧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愿赌服输，来。来。确定吗？这是最后一把了。哎，等等，再来一把。好啊，不过这次我来操作。行。你拿什么跟我赌呢？我赢了，这些都归我；你赢了，我屋里东西让你挑。行。开始喽！来，
等一下，到底哪一个？这个，确定好了？就这个。会吧？小朋友，你跟我玩这个，你还嫩了点儿。你从哪学的？你也不想想，老娘从小是在哪儿长大的？从小到大呀，我家就是一个小上海滩，什么三教九流的人我没见过，啊？跟我不是姐，给孩子留2块钱吧。我现在处于一个发育的高峰期，是吧？顿顿得有肉，这样我的营养才能均衡，不然我饭都吃不上，是不是？姐，叫什么？再叫一遍。姐，今天5号，然后呢？楚生哥给属下发红包的日子。谢谢团长，谢谢探长，谢谢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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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长，谢谢乔团长。老人家，这位兄弟的身高有点眼熟啊，转过来。原来是陆先生啊，夏小先，什么风把您给吹了？早呀，乔团长。假扮巡警，骗取公饷，好日子过够了。不，你看，这个不是万圣节吗？我准备一个化妆舞会的造型，够不够惊艳？这造型不够惊艳啊！那您有什么建议？我送你一套啊！啊，带他换上。哎，走吧，陆先生。哎，哥，轻点，都是同事，咱们走个流程就行了。不是，咱们不是通融一下吗？啊，哥，通融一下，这么熟了。哎，过分了！回去告诉乔四儿，有种他就关我一辈子，这辈子都别放我出来。小声点，找抽啊！看什么看？蹲下。好的，哥。乔楚生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党长这么多兄弟，不抓他的话，我以后怎么管人啊？我不管，赶紧把人给我放了。那家伙平时一向娇生惯养的，万一在牢里给冻出病来，或者被人揍坏，那怎么办？以后你让谁给你办案啊？对不起啊，事情到这个地步了，做不了主。那谁能做主？要不你去工部局找英国人聊聊，但我估计啊，他们会判得更重。不行，当然不能找英国人了，还能找谁？那你觉得，在上海滩能吩咐我做事的，还有谁啊？小坚，小坚，侬终于可回来了，哎，真好了，真好了。说吧，你这次回家找我有事吗？楚生哥抓了我一个朋友。你还有朋友？好，说吧，是哪个朋友？姓陆，陆遥。为什么抓他？误会。
楚生绝不会随便乱抓人，他抓他，自有抓他的道理。我那个朋友替他破了很多大案，那还抓他？那就说明你这个朋友啊，这个案子不小。你是不是想让我替你这个朋友说说情啊？如果方便的话。不方便。行，谢谢，告辞。站住！坐回去，坐回去。这脾气！我爸，晚上让楚生回来吃饭。不行，你现在就得给他打电话。这么急呀？好，我答应你，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。说。以后你每个星期必须回家一次。那算了。每月一次。2周。成交。来笑一个。给笑一个。听到吗？笑一个嘛！啊！5478。到。有人保释你。哎呀，乖了啊！我们回家啦！啊，没事啊啊！你慢点吃，又没人跟你抢。你找啥朋友？最近也没案子，没案子就可以随便抓我了吗？谁说没案子了？通神会知道吗？萨利姆刚刚收了个尸回来。人家是个道士。不，那是点传师。据目击者称，那个人能顺着绳子爬上云端，但显然这次没玩好，从云端上摔下来，活活摔死了。意外啊？是天谴。这个案子结案了。为什么？他是在仪式中出了意外。那50多个目击者，这种事儿民不举官不究的，是算了。不是，可这次是天谴呐。你要写是你的事儿啊，我不跟。三土啊，别忘了是谁把你捞出来的，这个人情迟早要还的哦，你说呢？哎，打听一下，这是看什么呢？点传师违背了会规，遭了天谴。南京总台来了消息，说要把分坛解散了。说解散就解散？可不嘛，就在门上张贴一告示，连个会里的人都没有。早上单一师傅还说啊，明天给个说法。现在倒好，连个会里的人都没有。单一师傅，他是点传师之子，也是下一任的点传师。哎，白交了这么多项目。对不起。没事。我钱包没了。跑得还挺快，一下子就没影了。我们报警吧。算了吧，钱包里又没钱，立案多难。点传师都死了，你还听他的？肯定是他违反会规，遭了天谴。我要是听你的，去看医生，也跟他一个下场。爹，我求你了。小贼，你果然在这儿。我钱包呢？什么钱包啊？你们是谁啊？谁叫你们进来的？你是通社会的吧？
你女儿为了救你当街行窃，这算不算违反会规啊？你以为我知道错了，你还是错了。用不着道歉，你没错。走，楚生哥啊，你俩怎么在这儿啊？这位是？他呀，是他未婚妻。别胡说八道，说吧，什么事儿啊？我来是想要商量一下咱俩的婚礼。神经病！原来如此啊！一边去，两个神经病。乖啊，我先聊完正事儿，一会儿进去找你。你不会不来吧？请来。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，怎么事儿？乖，你先说。你先说。好吧，我先说。我俩打听清楚了，通神会最近风头正紧，每个分坛1个月就能发展上千信徒。所以呢？这个组织等级森严，需要先交钱成为信徒，参加礼拜会，再发展到亲戚朋友，让他们也入会，让他们也交钱，自己就能得到什么所谓的点化，成为入世信徒，新的信徒再发展，再点化。这手法听着有点耳熟啊。听说特赚钱，等级越高呢，分到的入会费就越多，老百姓一听说能赚钱，全都豁出去了。达官显贵他们不敢忽悠，专坑老百姓。先呢哄骗你说你上辈子造了孽，才导致这辈子受苦受穷，然后再骗你交钱去供奉天神来为上辈子赎罪。接下来再让他们发展下线，发展不了的就会受到斥责和惩罚。那些信徒怕受到斥责，只能乖乖的砸锅卖铁交钱了。那这个可比普通骗子狠多了。没错，而且每个分坛都有点传师，会伏击。其实都是些障眼法，就跟变戏法差不多。目的呢是为了要让信徒惧怕神明，然后任人宰割。可是这么大规模的组织，如果真要动手，也轮不到租界巡捕房。你能抓一个是一个吧。主事的有吗？有一个叫李丹一的，他是之前死掉的那个点传师的儿子，已经查到他出处。行吧，那明天再办。哎，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啊？你就不怕人去楼空啊？哼，从这儿算起，方圆500里，我想找的人就没有找不到了。去哪儿啊？看看。看什么看？走。搜。定窑的白瓷，这是宫里的货，很贵啊，无价之宝。这个屋里很多东西都是无价之宝。报告探长，搜过了，一个人都没有。院里有个后门，人可能都从那儿跑了。那从后门跟出去，找找其他线索。剩下的人接着搜啊。是。
一个小小的分坛点传师过得这么奢侈，那总坛坛主就上天了。王启明，男，35岁，儿子16，患有重病，求儿子早日去病。李芬女50岁，求早得孙子，亲友多，可以多收钱。这个呢，就是伏击法门，能够准确说出信徒的背景，都是提前做了功课。这都是民脂民膏啊。那，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些？封存充公啊。这样啊？怎么？有什么喜欢的？真的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！管了你一天，就当赔礼道歉了。多大点事儿，我根本没往心里去。那这个怎么样？晚唐的玛瑙，这个太贵了，万一被举报是要吃官司的。挑个别的。哎，怎么还在这儿？你通神锁没找着，找那个干嘛？他放着家里这么多值钱的东西不带，带一条一文不值的破神锁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难道他想去南京总坛，又怕暴露通神锁的秘密？第一啊，他带着通神锁跟带几件值钱的家伙上路，这并不冲突。第二，如果点传师真的是意外死亡的话，那巡捕房问查一番就好了，何必要逃走呢？除非点传师的死并不是意外，有人在通神锁动了手脚，造成了所谓的意外，得赶紧抓住他。你们俩分头行动，去码头还有火车站仔细的排查，然后联系南京警方，如果有消息的话，立刻派人交接。是。啊，咱们俩去他家看一看，有没有新的线索吧。嗯。没想到啊，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后花园啊。嗯。你来干嘛？喏，点传师的尸检报告。死因高空坠落，是跌死的没错，不过阉割，搞了半天是个太监啊！我说家里怎么这么多宫里东西呢？如果他真是太监的话，那李丹一不可能是他儿子呀。给太监当儿子，换谁心里都不乐意。儿子找不到，先找老子吧。那个时候太监出宫都会有记录的。肯定改过名字了呀。谁说查人了？查那些宝贝。我们看一看宫里当年赏赐的记录里面，到底有没有。顺着记录倒着查，肯定会找到人。这是什么呀？好像是个地窖哎。Hello。Hello， 有人吗？没人的话，我下来了。还是算了吧。为什么算了？太黑了，我怕有危险。那我换一批人下去。咱们是人，那兄弟不是人啊。我看还是等明天天亮了之后我们再下去吧。地窖又跑不了，是吧？那家伙貌似想把咱们支开，估计是想盗墓。这么个地窖能盗出什么来啊？上头一堆宫里出来的宝贝，下面估计藏了更多。那咱们先让他走，他一会儿肯定会回来。我派人在这儿盯着，但凡他敢分东西，马
上将其拿下。这次你不能关他了。放心吧。哎，你们干嘛呢？几点了还不回家睡觉？哎，走走走，没什么好看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哎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睡觉了。找到了，李长蒙，江苏扬州人，宣统元年离宫，赏赐记录与我们从他家抽的东西高度吻合，就是他了。李蒙应该是他后来离宫以后改的名字。这些离宫的太监啊，在佛寺办了一个太监养老议会，这个议会每年要缴20两银子。李蒙从民国3年就停缴了，而且这个名册上也查无此人。也就是说，他在民国3年离开寺庙以后才入的通神会。所以说，收养李丹一应该是民国3年之后的事情。但即便如此，我们也还是无法知道李丹一究竟是谁。如果三土在的话，应该就有办法。哎，他人呢？他昨晚没回家吗？好像没有。我今天早上离开的时候，他也没在家啊。那也就是说，没事吧？说说吧，什么情况啊？你们都看见了吗？你什么时候去的呀？早上几点呀8点多。我7点半出门，你就没在家哦。那就7点，记错了。地窖里发现什么了？什么都没有，不是你派人去查吗？可是，你为什么会被关在地窖里呢？这种不愉快的回忆呢，我不想听了。那我帮你回忆一下啊。昨天晚上，你一个人摸黑进了地窖，想去找宝贝，你怕被别人发现，就把地窖门关上。可你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那个拉手是弹簧做的，只要一关上，就会弹出卡尺，把地窖门锁死。锁死了，这就有点奇怪了。哪怪了？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破地窖，为什么要在里面设置一个打不开的门呢？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偷我钱包的小女孩。哎，陆先生，怎么样？你爹情况有好转吗？医生说不是肺的问题，幸亏看得及时，还有的救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与其信那些子虚乌有的神，还不如信人，对不对？是，李蒙一死啊，我都明白了，通神会全是骗人的把戏。以前啊，单一时刻好心提醒过我呀，根本就没往脑子里进。他提醒你什么了？上个月啊，他看我咳嗽的厉害，悄悄劝我去医院看医生。李蒙听见了，就当着我的面把他一通打骂，还说啊，要不是多年前看他全家烧死，他一个人苦苦伶仃的，也不会收养了他10多年。以10年为最少，李蒙收养李丹一的时间应该是在民国3年到民国5年。火灾也是线索，他们有说过火灾的时间吗？那倒没有，就刚了个一句，也不晓得怎干。那您知道李丹一多大吗？再过2个月就满20了。李蒙说，等他过了20岁，就给他开窍，让他学通神的本事。你们马上给我查一下，民国3到5年发生在江浙一带烧死过全家人的火灾案，这家人有一个9到10岁的男孩幸存，马上查。乔太郎，这查案固然重要，但您的身体更重要啊！今天啊，有特克的蛇羹，这好东西，带一个让我尝尝。我不吃，
蛇羹好呀，蛇肉大补，而且蛇胆又明目。你们家养什么蛇啊？都是硬货，要不去看看？哎，行，走。天，挺肥啊！你再看我，再看我，再看我就把你吃掉。你当心点。没事儿。还看。民国4年，扬州有一户4口人家，半夜灶房起了火，双亲和小儿子都被烧死了。9岁的大儿子因为不在家逃过一劫，不过之后就杳无音讯了。我知道了，李萌的家乡就是在扬州。他在离开养老议会回乡后，碰到了家中失火的李丹一，然后就把他收养了。那他应该感谢李某呀，为什么要杀他呢？火灾卷宗在哪？扬州啊。行，那咱们兵分2路，你先跟扬州那边联系，务必要把当年火灾的前因后果事无巨细的了解。你呢？通神所我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，还得去案发现场确认一下。你那边一旦有消息，马上来通神会跟我会合。哎，我呢？哎，等等我！散了，都散了啊！巡捕班，通神会圣地，闲杂人等不得擅闯。哎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，守护圣地是我们的职责。那上海滩有8大金刚，你都知道吗？乔四儿、秃子六、结巴华子、肥强、扁担王、刘三儿、斧子红、四眼汤，这些我都认识。请问您哪位？没事儿，我就问问。那就请回，有我们在，你就别想进去。那你也得讲点道理吧。哎，敢袭击，你知道要关多久吗？你是警察？不是啊，但他们都是巡捕呀。他们想进，我也拦不住。但是你进一步试试。哟，欺负人是吧？来人，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！抓一个试试！抓一个！这个！人多了不起啊！我没有枪。我们没带枪。为什么不带枪？没人通知带呀，咱们只是来勘察现场，用不着带枪吧？你让我看一眼呗，我求你了。你想看什么？点传师被杀，我想找到真的杀人凶手，为他老人家报仇。李大师是被谋杀的，没错。我就说嘛，李大师人那么好，法力那么高，怎么可能是天谴啊？这位先生一定要为李大师报仇，为他沉冤得雪呀！进去吧。报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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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帮白痴被骗得倾家荡产了都不肯走，愚昧，愚蠢。给我找梯子啊！找梯子？找梯子呀！哦，找梯子，找梯子！快，走，找梯子！果然啊，太厉害了，陆先生，又怎么了？每次您一沉思的时候，过了一会儿，眼睛唰的睁开，案子就破了。其实也没这么容易。其实我们都很尊敬您，以后再出警的时候啊，那些不用动脑筋的小事儿，您就放宽了心啊，交给我们来办，用不着您自己亲自出马。行，听你的。那接下来咱们什么安排啊？等什么？等我下一次唰的把眼睛睁开的时候。什么？有疑点？好啊，
知道了。怎么样？那边怎么说？那火灾有疑点，据说是有故意纵火的痕迹。据邻居说，那对夫妇之前收留过一个化缘的和尚。和尚？会不会就是从寺庙出走的李蒙呢？很有可能。那场火很大，后来火灭了，进去收尸的时候，只发现2具大人的尸体，说是小儿子身板太小，连尸骨都给烧没了。太惨了吧！如果那对夫妇收留的确实是李蒙，而放火的人也是他，那他后来很有可能是在假装好心收养失去家人的李丹一。李丹一跟了他这么多年，一定是发现了什么，才决定展开报复的吧？走，找三土去。人呢？上面。哎，来这儿。你怎么在上头啊？睡觉。火灾案怎么样了？下来再说。不急，你先找人拿几个铁锹过来。干什么呀？挖沙子呀。全挖？对。这儿，全挖。发现什么了吗？这沙子颜色是新的，坑是后填的。对了，这坑是干嘛用的？你们不是一直问我通神锁是怎么回事吗？想通了。其实通神锁的原理很简单，只需要有人事先藏在这个坑里，然后再盖上一个底部开洞的百宝箱，就可以在下面操纵绳子让它直立了。问题是，就算有人操作，一根绳子怎么可能直立，还把往上爬的人撑住？你没见过蛇呀？一开始我也想不明白，直到我在后厨见到蛇的时候，我突然恍然大悟。蛇呢，平时看起来柔弱无骨，但当它要攻击人的时候，它就会突然立起身子，这主要取决于蛇骨的特殊结构。我猜这个通神锁也是借鉴了蛇骨的结构，只需要在绳子里面加2根钢丝，操作者紧绷钢丝的时候，蛇骨绳就会立起，而当它松掉钢丝的时候，蛇骨绳就会像普通绳子一样瞬间滑掉。那天窗聚云、点传师登天和天神交谈又怎么解释呢？都是些骗人的把戏。屋顶有个烟筒直冲天窗，只要锅炉房一烧水，就会有大量的水蒸气聚集在那儿。上面的砖块我也看了，有一块特别光滑，一看就是有人经常踩在上面。所以说，杀死李蒙的不是李丹一，所以才让你去查当年的火灾案情嘛，看看除了李丹一还有没有别的幸存者。如果李丹一发现一直被关在后院地窖里的是自己的亲人，不起杀心都难。难道是那个小儿子？小儿子不是烧死了吗？没有尸体。小儿子很有可能还活着，经过这么些年，被李蒙养在后院练通神锁。还记得地窖门上那个孔，刚好可以通过一根绳子。那这么一说，李丹一所做的一切事情，就都合情合理了。偷走通神锁，是不希望让我们知道这地窖里面还藏着人，而他迅速逃走，是想让我们以为他畏罪潜逃。可是这个年龄段的流浪儿那么多，我们连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，去哪儿找？如果一切真的如我们猜测那样，那我宁愿他们不要被抓到。通神会势力这么大，点传师死得不明不白，如果抓不到凶手的话，跟上头没法交代。你知道哪儿适合赏月吗？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找个地方喝喝茶，赏赏月，不是很好吗？听说你今天一个人很英勇啊？
听谁说的？弟兄们都看见了。哎，一个人啊，面对这么多信徒，还跟人家盘道。我没有。那你问人家，知不知道八大金刚？怎么着？不知道你就是其中一个了呗？我有这么无耻吗？其实我觉得啊，如果你想有一个名分的话，送个拜帖就可以了。我们家老爷子收你为徒，你的辈分会很高的。算了吧，我爹娘要是知道我加入黑帮，我这辈子都别想回家了。唉，黑帮，是，我不是这意思，我说以我的这个性格跟能力吧，不太适合加入黑帮。今天是个适合团聚的日子。人是我杀的，你家的往事，还有通神所的秘密，我们都已经知道了。你想杀了李蒙替你父母报仇，但你却让你弟弟通神。这可不是一个哥哥应该做的事情。你知道什么？通神会在创立之初，为了培养一些可以缩在小洞里控制绳子的人，四处投孩子。我弟弟就是其中一个。你家的火，真的是李蒙放的？当年李蒙以为家里只有弟弟一个孩子，在放火离开的时候，在门口撞见了我。于是他就假装给我算命，拖延住我回家的时间。我弟弟就是那个时候被他的同伙带走的。后来李蒙老了，他想把通人所的奥秘传给我，这我才知道。原来有那么多的孩子，10几年来，一直都被分散养在一个4尺见方、暗无天日的地窖里，做他们骗人钱财的工具。那你弟被抓的时候才3岁吧？你怎么知道那个是他？我不知道。可他是谁的弟弟，这个有什么区别吗？想吃点什么？我请。你怎么知道他们会在江边出现？你猜？跟你被关在地窖的经历有关。嗯。快出来！是我，快！快！趁现在没人看到你，你赶紧跑！我跑哪里啊？你还记得你家住哪儿吗？不记得了。那你有想去的地方吗？我想去看天，去看这座城里最广阔的天。The religion case has been closed. The believers scattered. The game's as good as lost. Such a good business, and it failed at the final hurdle. While searching its place, we found a list of followers. My people secretly destroyed it. Get some new people. Find a new place. We'll do it all over again. Yes, sir. Don't make the same mistakes. All over again.
噔噔，来，换上我看看。干嘛呀？刚给你买的，看合不合身。你到底要干嘛呀？今晚跟我回家吃饭。不去。嗯，上次去你家差点被你爹吓死。这次有我在呢，他不敢对你怎么样。我真不想去，你爹的目光能把人杀死。你上次还欠他一个人情呢，上次要不是因为他，你现在还在大牢关着呢。如果我陪你去，他会认为我跟你有关系的。所以呢？他会逼我娶你。然后呢？如果我不去的话，他又会把我扔黄浦江里。我求求你，让我多活2年呗。放心吧，不会的。我这次去呢，就是想跟他说清楚，咱俩只是单纯的友谊。真的？真的。提前说清楚，省得他胡思乱想。这种事情一旦拖久了，形成期待，反而更不好脱身。喏，换上吧。怎么样？如果我不了解你为人的话，可能会爱上你哦。嗯。老爷了，小佳回来了。欢迎欢迎，小小心意，不成敬意。谢谢谢谢。陆先生，请请。哎，老爷子还没动筷子呢。你管我？佑宁啊，从小就这样，脾气急。陆先生多担待。不会，我跟他相处的特别好。今天我们是家宴，就没有这么多臭讲究。来，开吃。嗯，白先生，这杯酒我敬你。好，来，陆先生，走一个，请。前2天我被乔探长抓进大牢里，多亏您出手相救。哎呀，小事一桩。佑宁的朋友啊，就是我的朋友。他可不是我朋友，我们俩只是普通的合租关系。不是朋友胜似朋友。这个，陆先生，你的朋友一定很多吧？在上海的不多。哦。有女朋友吗？你想干嘛？不，陆先生年轻有为，又是单身，我想给他介绍一个女朋友啊。你认识的能是什么好女人？哎，这还巧了，我还真认识几个留过洋的名媛呢。哎，陆先生，晚上一会儿吃完饭之后，让司机送你回家，我跟陆先生去浙商总会去喝2杯。好啊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他认识的那些女人会把你带坏的。我还能被带坏？反正少废话，反正就是不许去。刘宁，你们2个是合租关系，你凭什么管他？莫非？行啊，你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喝死才好。小佳侬又急了，哎呦，侬搿脾气要比太太还要结棍。白先生，时候也不早了，他一个人走夜路，我怕不太安全。去吧。抱歉啊，那我下次再来拜访。您留步，留步。吴妈，刚才佑宁
跟你那儿叨咕什么呢？小姐讲，侬血压高，勿好吃了太咸，叫阿拉烧小菜的辰光少摆眼盐。闺女长大了。你跟你爹有仇，你们俩直接掐就行，你朝我生什么气啊？而且我蹭饭去的，我一口饭没吃，你说我冤不冤呀？不是，你说话呀，我问你啊，不是，哎呀，你有病啊！我是为了救你，我用得着你救啊？我对八成是看上你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估摸着，他想让你进青龙帮。哦，老乔之前也跟我说过，说让我送拜帖，这样你爹就能罩着我。你怎么说的？我当然是严词拒绝了。很好，以后最好离他们远一点。蹭吃蹭喝也不行。不行，吃人嘴软。小礼物呢？那更不行啦，拿人手短。我爹心不坏，但他也绝非好人，跟他扯上关系，绝对没有好下场。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下雪了，太冷了，赶紧回去吧。问你饿不饿？要不我们去吃碗馄饨吧？你请啊？啊，走呗。嗯。还疼不疼啊？当然疼了，医疗费、误工费你出啊。行，反正我都得出，那我再来一脚，一起治疗。哎，我警告你啊，我练过的，别惹我。嗯。哟，好，练过呀，小瘸子，小瘸子。哎，老爷子，哎，放心吧，保重身体啊。行，没问题，一有时间我带他们俩回家吃饭去。行，那我挂了啊。哎，臭丫头，脾气那么大。姐，哎，这都敲门了。我是来领工资的。腿怎么了？哎呀，被人给……啊，那我明白了，忍着。这您会馆的铂金邀请函，会费老爷子已经帮你交了。还是算了吧。为什么？又您说，探长，不好了，巨福路起火了。起火找消防，找我干嘛？起火的是谭家大宅。
怎么了？那个死者，你认识啊？什么人啊？一个前辈。当初我还小的时候，什么都不懂。他教了我很多江湖规矩，他还救过一命。如果不是他的话，我根本活不到今天。你没事吧？怎么回事啊？我听他们说，谭伯伯出事了。他们家失火了，但具体死因需要等验尸报告。怎么会这样呢？谭伯伯是唯一一个成功金盆洗手的人。走吧，去办公室有话跟你说。那个死者什么身份？谭英雄，那可是上海黑道响当当的大人物，他曾当过青龙帮东兴堂堂主。青龙帮，就是白老大那个帮派。对，谭堂主自4年前卸任之后，金盆洗手就退出了江湖。他家有几口人？常住的有3个，管家老何，还有他女朋友，其实是情妇，叫罗珊妮。之前好像是百乐门的舞女。案发当时，他们俩都在火灾现场，还有个小儿子，至今还没有找到。他有别的儿子吗？还有2个，不过都死了。怎么死的？有一天啊，他的2个儿子同时失踪了，当时呢以为是仇家绑架，就四处打听，差点引起帮派火并。没想到有天晚上，这2个儿子的尸体突然出现在谭家的池塘里，身上缠满了水草。当时这事儿特别轰动，白老大出钱出人，让官府四处的打听，也没找到凶手，连线索都没有。江湖传言，谭伯年轻时候干了太多的坏事儿，天降的报应。哎，罗前辈，死亡时间确定了吗？6点半打捞送来这里，但从尸体的表征倒推，死亡时间应该是在凌晨3点半以后。死因呢？具体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的查验确认。那还等什么呢？抛呀！死者的身份很特殊，没有家属的点头，我是不敢动尸体的。怕什么呀？有乔探长撑着呢。这个人他也做不了主，必须要白老大点头。这事儿不行啊！别怂呀！他是江湖人，死后得按江湖的规矩办。少来了！如果他不是青龙帮的人，你不验尸啊？如果是杜先生的人，他说了不让验尸，我们也会尊重他的意见。我觉得，应该是谋杀。你确定吗？还没有。不过黑帮大佬被谋杀很正常。可是谭伯早就金盆洗手了，如果仇家要杀他的话，也不用等到今天了。那也许是以前造的孽。行，既然不让动尸体，那咱们去现场看看呗。你为什么对这个案子这么上心？你不是说他救过你的命吗？这个人情总得还吧。谢谢阿三伯。家里还差个电熨斗啊。我给你买俩。行，我要德国的，之前那个波兰的老是漏电。从院子到池塘有数串脚印，还有脱尸痕迹。可是从房门到池塘只有1串脚印。我们来的时候只有那1串脚印。探长，谭伯死的时候穿的就这双拖鞋，他屋里还有5、6双相同的尺码。
那串脚印就是这个留下的。走。后半夜就没下雪了吧？不到12点雪就停了。阿斗，踩个脚印看看。有点意思。怎么？你怀疑血液有问题啊？只是怀疑，还得算算。哎，案发时他们家小儿子在哪？哼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在大烟馆吧。别抽了。哟，四哥，有日子没见了，听说最近混得不错。你们家出事了？老爷子和罗伊又掐起来了。哎，这次见血呗。哎，嘛呢？嘛呢？臭孙，你敢揍我？我家老爷子弄不死你！对，我昨晚是回了趟家，差不多9点15，也可能9点半。老何也在啊，我兜里1个大子都没了，我可不是要回去找爹吗？拿完钱，我就回了烟馆，没离开过，吃喝拉撒都在那儿。不信，你去问烟馆伙计啊。谭鑫是否回过家呀？回来过，拿完钱就走。大概几点啊？应该9点来钟吧。这走了以后，老爷还骂了好一阵子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劝，就找个机会溜回房间睡觉去了。时间呢？不到9点半。老爷岁数大了，觉总睡不踏实。我俩其实早就已经分房睡了。昨晚我有点犯困，就跟他道了晚安。回到房间的时候是晚上9点钟。那个时候，谭老爷和管家老何都是醒着的吗？是啊，我向来早睡，女人嘛，熬夜对皮肤不好。那一宿也不是怎么的，好像闹猫似的，5点半我就醒。那个池子水草多，又腥又臭，老爷也不让打理，平时老站在那个池塘旁边发呆。我当时一看感觉不对，生怕老爷出事儿，我就赶紧下楼。当时我就人事不省了，在睁开眼的时候就已经躺在医院里了。目前来看，他们3个的口供没有矛盾，也有可能他们提前串过供的。死因确定了吗？你爹不点头，谁敢验尸啊？这是命案，凭什么需要他点头啊？毕竟谭某的身份比较特殊嘛。那再特殊，租界也不是法外之地啊。三坨，验尸官不敢动手，你来。敢？老爷子，白先生好。罗先生，案子现在进行的怎么样了？还在调查。如果要还没有线索，就结案吧。结案？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老谭的身份特殊，折腾久了，我怕江湖上会乱。可是，明白。这是一桩命案。请问，
您以何身份终止调查？请问你以什么身份问我这个问题啊？新月日报记者。对不起，我从来不接受媒体采访。你不听他会死啊！行行，散了吧啊！我来通知你们一下，如果这个案子没有发现新的线索，3天后就结案。那老爷的遗产怎么说？如果死者生前没有遗嘱的话，结案之后就按照法律将遗产分配给亲属；如果有遗嘱，就按照遗嘱来。你这贱人！住手！你掐死我呀！你就算把我掐死了，你1分钱都捞不着。这个遗嘱是假的，是这个贱人伪造的。我这儿有一封老爷生前亲自签名盖章的遗嘱，刚才我们3个人一起打开了。老爷生前攒了41根黄金，全都存在金城银行的保险柜里。怎么分配说了吗10条大黄鱼留给我做归乡养老之用，剩下的全归罗珊妮所有。放你的屁！这个遗嘱我不认。有法律文书在，由不得你。再说了，4年前你才忽然出现在我们谭家，谁知道你是不是老爷的亲生儿子？为什么你这个婊子？这他妈是腐房，到你们家了？就是。来我们谭家之前，你就是个乡下孩子，怎么当了几年谭家少爷，你就连老幼尊卑都分不清楚了？再怎么说，你也得叫我一声姨娘的呀。老爷要是在天有灵，早就1巴掌打过来了。你也少说2句。又想坐牢啊？你没走啊？你要干嘛，早姐？这个案子，你真不打算管了？老爷子不是说过了吗？不让验尸。为什么呀？这个我真的不理解。江湖人动刀是大忌，谭伯为青龙帮出生入死这么多年，老爷子希望他走的时候可以完完整整的。尸体倒是完整了，但如果他真的是被谋杀的，你觉得他走的能心甘情愿的吗？到时候因为你的不作为，谭伯每天晚上都来找你。哎呀，我冤呀！我真的好冤。好了，闭嘴吧。行，那就再去他家看一眼。如果我能找到他是被谋杀的证据，你必须让我验尸。可以。你动作轻点儿，别把灰往下弄。我这双鞋可是高级手工定制，拍了2年才买到的。你故意的呀？脑袋受伤还是衣服弄脏，自己选。洗衣费你出啊？你真把这个案子破了，我给你买套新的。有钱啊？哎，你工资里面多少是工资，多少是见不得光的呀？你是不是想死啊你？别心虚嘛。你是想问加入黑帮能赚多少钱吧？我要是想赚钱，我早就当官去了。康桥毕业以后，我爹让我去北洋政府，月薪800，我死活没干。为什么不去啊？我不认为军阀是这个国家的未来，他们终究会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。那你认为谁是未来啊？反正不是你。
你跟你们家怎么闹掰的呀？我们家历代都是读书人，早些年吧，中军，后来大清亡了，那就爱民吧，把我2个哥哥送到北洋政府当差，也不管人愿不愿意。我跟我爹闹翻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，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。利己很正常，只要别死人就可以。我爹总觉得身处乱世，我们这帮读书人应该一心为国解忧。可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国，城头变换大王旗，我就算是想献身，都不知道该找谁表忠心。是，